我吸色吸一下，随便画一个颜色哈。用一个普通叫方头笔哈，就是这个笔刷应该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画笔，有点像它是方形的，带点纹理的19号画笔啊。它画的其实你看它可以画出深浅哈，但是它其实偏平面的一个造型。我们画很多 CG 的笔触都是这样的画笔，不用再试几个粗糙表面哈，都是这样的平面上面的纹理。但是啊，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画笔，换不同的颜色哈，这就是普通画笔哦，这是普通画笔哈。比如再来一个神笔哈，我有神笔2、神笔3，神笔1是谁呢？神笔1已经被我删了哈，他已经被我淘汰了。就是因为我的笔刷库是每个月都要更新一次的，每个月都会有喜新厌旧被打入冷宫的啊，也有那个新到佳丽哈，所以我的笔刷库是每个月都会变，所以有进的也有出的。啊，其实这些画笔看起来有层次变化，但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类型的画笔，其实都是通过 PS 的自带的那种平面计算啊，平面计算的方法来体现啊，来体现这个来体现这个就是呃色彩的一些变化，或者是纹理的起伏的变化，它都是很平面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新的画笔，就是混合漆画笔，它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混合漆画笔，我们同样用方头笔来试一下。我们同样用方头笔的画笔，我混合漆画笔我来画一下，画出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哈，我试一下。哎，好像是什么？你看它是变成一个立体的东西了。我再把它分一个层啊，算了，就直接吧。你看，同样是方头笔哦，它一颗变成这个样子了。它好像有点带涂抹的感觉，有点像涂抹工具。它画出来的东西就像你挤了一管颜料在上面啊，挤了一管颜料在上面，它是一个立体的，它像一个管子一样，就是一笔画出来的，它绝对不再是平面，对不对？我再换粗糙表面试试看是不是？我粗糙表面工具，我吸色，吸这个颜色，我画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好像是在调色板上混色涂颜料的感觉？它还可以自己选择色彩，我选择一个更深的棕色或者红色。哎怎么画不上去呢？啊，没事反正可能这个画笔的设置哈，没事。你们先就是大概体会一下，我这里有很多的工具预设，是设置好的一些画笔，比如我们看一些刮刀的画笔哈，它可以产生像这种，像这样子，像油画的刮刀刮出去的效果，它一笔就画出很丰富的色彩，其实就是用这个画笔来画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大神，他们一些画概念的大神，他们画的很多画里面都喜欢加一点点这种东西，但是没有我用的这么多。比如 CM，以前我看到 CM 在画很多的这种特别概念的一些画里面，它很多这样的笔刷，我一直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我就去各种试，各种试。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朋友给我提示说这个可以，但是我也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后来逐渐的摸索出一些方法，然后也还是不会用，因为太难用了，你们去用它就知道很难用，其实没办法用它画画的，你用一下就知道了很难用。但是为什么我又能用它画画呢？因为我也在画油画呀油画比它更难，跟你讲，这是小巫见大巫了。你在那个布上画画，你会发现更难有更多的就是难点在，就更难画。但是当你连油画都能画的时候，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知道利用它的属性熟悉它的属性之后，怎么去组合画面了。这个需要试验和训练，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先试一下。但是其实说难也不难，其实要说里边到底怎么用它来画，我可以帮你画一张，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现在就画嘛，现在就画。现在你看是什么？我在画颜色过渡。你们以前画颜色过渡怎么画的？你们以前画颜色过渡是怎么画？有没有用喷枪去画的？喷过去有没有？有的。你有没有用那个或者是用带压感的19号画笔？带压感的逐渐过渡，就是轻的就轻一点，那个颜色就浅一点，重一点颜色就深一点。但是这个画要怎么画呢？你得每一个颜色都去用新的颜色画上去。你要画浅的，你就用浅色去吸，或者吸浅色或者选浅色去画。你得这样去过渡，由浅到深的过渡。这样画起来确实很难，很花时间。但是它里边就有了一些人的活动的痕迹，有非常明显的人为的痕迹。每一个笔触都是你的一个运笔，每个笔触都是画家与
与作品的交流，与观众的交流。这里边有非常多的人的内在的一些感觉，画画的时候一些随机的感受在里边，所以一个简单的过渡就能够带来非常多的绘画感，这就是绘画感，这就是人的活动痕迹给人带来的一种冲击力。那在画油画就是这样，你还可以吸色呢，我们用电脑画画还可以吸色来画深浅的变化。在画油画，你得调色板去调，每一个颜色都得调出来，而且用完了之后还得重新调，颜色之间还有可能互相混合，而且不同的层还会吸油，还会发黑什么东西，各种的限制因素比这个在电脑上更多更难啊。那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就是直接画法那种的啊，就是盖上去画，但是慢慢画。但你要说这个颜色你调不准，你吸不准，你每一笔不能很准的去做出这种过渡，那就是你要多练习。好了，我们又到了提问的时间了哈。就是从线稿转变成色块这个过程，你的感受是怎样？注意色块之间的交界线，它们其实就是你原来画的线，就这么简单。那么线上朋友挑选一个问题，反光的地方需要怎么画？为什么觉得每次混色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脏？画面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吧。被光直射的是这个面哈，那高光在哪呢？高光是在这吗？你们会点在这儿，或者是点在这儿，点在这儿就很奇怪了哈。往这里它就觉得合理一点啊，是吧？为什么你会觉得往这里合理一点？你会感受直观感受，你会觉得这里合理一点，而不是直观感受是光直射的，比如光直射的这个位置，这里觉得不合理，这里不可能产生高光。为什么呢？你直观感受觉得这里不可能产生高光，很多时候我们画错就是在这里，觉得光是从这里照过来，光从这个方向照过来，被光直射的部分就是这里最接近光源的地方。我们说光会衰减，越接近光源的地方就越亮，是不是？会有这种关系？它一个衰减的光越接近光源就越亮，但是绝对不是最接近光源的这个点最亮，不是。这个点最亮只出现在慢反射，慢反射的情况下，这个点是最亮的。但是，一旦是存在高光，高光不是在这个点，不是最接近它的地方，而是在旁边偏一点点。因为这个点这个斜面呢，光可以到这里，光可以到这个面，然后再次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来啊，再次反射进我们的就我画一个就是透视的感觉哈，反射进我们的眼睛。因为它的面是带斜角的啊，带斜角反射过来，所以我们不是所以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把最接近光源的那个点画的最亮，高光不在那儿哈，再往旁边一个斜角，带一点点斜的角度，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镜面反射，直接反射到你眼睛里面去。所以高光的位置，你要选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旦你确定了这个地方是有高光的，那么这个方向照射过来的光，所有的这个斜面跟它斜度一样的面都会产生镜面反射的高光到你眼睛里面。一旦有限制条件哈，限制条件是方向一致啊，光的方向一致。比如说我这里有一盏光，方向一致也是从左上方平行的哈，也是这个光，这里有盏光，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面哈，可能是个盔甲很奇怪的一个面。但是这个面只要某一个面是跟这个高光的斜度是一样啊，那么它就会产生同一个角度啊过来的高光。但是还有一个要求是它们比较接近哈，位置比较接近。如果位置偏得很远的话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你眼睛就移动了。如果这两个物体它们离得很远，比如一个在头上，一个在脚上，离得很远，那这个你的眼睛因为它是一个点，所以它反射过来的角度会偏差，所以相接近的一些物体，就比如都是肩胛上面，有些是圆形的造型，有些是一些曲折的造型，但是靠近位置比较接近的物体，它们相同的朝向的面会高光是统一的，就是都是在这样朝向面会产生高光。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地方产生高光是这样一个斜角，另外一个造型的地方在另外一个斜面产生高光哈，千万不要这样。如果说是同一个光源的话，那就画错了哈。高光的位置定一下。混色容易脏呢？这个我觉得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它可能性有很多，如果你颜色用错了也会脏，如果素描关系画错了也会脏，笔触太杂乱也会脏哈。脏的原因有很多，那个暗部的用色也会脏，可以看一下我暗部的那个理论啊。上次我讲了一个，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关于暗部的这样一个文字的图文教程理论，有提到过怎么把画面暗部不要画脏的一些理论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我们尽快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啊，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自我啊，就是自我，其实也可以说是个性，也可以说是个人风格。在经历了前面的6个阶段的一个积累探索啊，逐渐还会学会了取舍。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探索自我的道路了。我一直不敢说我要探索自我的道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学习，在积累。当然，我一边积累一边跟大家分享啊。我跟大家一样都是一个在路上的人，所以不太敢说去就是独成一派哈，自成大家这样子的夸夸其谈。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开始做一些个性化的探索，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我非常喜欢想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去年开始，我开始在架上绘画之后，开始在画油画之后，虽然也自己摸索的，但是我严重的发现，在油画画布上绘画和在电脑上画画，它有非常不同的地方。画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在探索一条道路，我希望能够，把那个，能够就是把 CG 绘画的一些感觉和油画的一些方式能够有结合。我以后希望自己能够一半的时间是画油画，一半的时间是画 CG 作品，这样我就可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画的一幅画叫《苏醒》，可能大家也看过，是我在油画画布上画的这张画。这张画是有模特的哈，是我画的一张半写生啊，算半写生。有很多人说这幅画也很像 CG 画啊，其实这幅画画到后面，我画了3个月，将近断断续续画3个月，画到最后一个月才是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个月。画到最后一个月的每一天，我都觉得我有新的收获。什么收获呢？我说我每天的收获，我就是发现在电脑上我画出这种效果，原来在油画画布上是这样实现的。在电脑上以前画出那种效果，那个工具、那个图层属性的用法，原来在油画画布上画画是这样实现的。到现在，我几乎可以把绝大多数我在电脑上可以画出来的技法和表现，在油画里面表现出来。只不过速度会慢啊，速度会没有电脑上画的那么慢，但是我知道表现方法，所以身为技法流的我，再一次找到了一些感觉哈。但我说研究技法呢，只是一个表象哈，它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但更深层次的一种自我找寻，我是希望对自己将来的一个绘画道路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很少有我发了这幅画出来之后，有些人，当然很多人都是在鼓励我，我非常感谢哈。但是很多会有一些人说，哎，你这样画，把电脑绘画的感觉画到油画上，那还不如就用电脑画。那也有人说，你用油画画的，你干嘛要画电脑那种感觉？那就是应该就画正常的一个人体写生的，像就普通的画一个老头脸，或者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就用正常的写实方法来画这样子。那也有一些人说你用油画笔触来画 CG 的作品，像前面看到的《经济王冠》啊、《银骑士》啊这样的作品，那你既然是用油画的笔触来画 CG 作品，那你还不如直接用油画来画呢？所以你不管怎么做，不管怎么画，总会有人不同的意见。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我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比较少有人走，就是把 CG 的审美和传统艺术的审美结合啊。传统艺术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而 CG 绘画才存在几十年，而 CG 绘画这短短的几十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审美逻辑，它是一种现代的审美、时尚的审美。你们回忆一下，在几百年前、100年前、200年前，有出现过穿一个盔甲的这样一个战士、一个法师这样帅气、威风凛凛的这样的角色吗？从来没出现过，它只是在游戏 CG 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的一种新的审美。这种东西它仍然是美的，我们玩家都觉得好看的套装、好看的游戏造型是非常美的，是吧？包括很帅气的、玄幻的、奇幻的、科幻的各种场景的造型 ，CG 里面那些奇幻的异世界的造型，他们都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美感。这种美感是人类世界里面以前
都没出现过的新的审美形式，它以CG 的方式体现了，它是一种新的一种审美形式。我既然拥有这种审美的感觉，那我想把它用传统绘画来表现，但是我又不想在画布上画一个男战士、女法师我不想在画布上画那种东西。我拿起油画笔，发现我想画的东西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可能是油画这种传统绘画形式的一种基因和现在我拥有的一些审美所进行结合，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感觉。所以我画出来的画呢，它不是一个游戏人物它没有穿盔甲它也不是没有游戏的元素造型，它不是一个游戏人物，不是我以前画那些东西。但是呢，它也带了一种 CG 的感觉，一种绘画 CG 的用色、CG 的光影、CG 的层次取舍的光影。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很少有人这样去做。我想做这样的探索，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好，提示来提示去，你看这里边还用到了另外一幅画是什么？你们看这些线，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讲了那幅画的特色就是用线。夏天那幅作品，有很多线。有很多线，然后把那幅画作为一种纹理，好像一种纹理。最后提示来提示去，最后提示了这么一个，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个，可能还没有刚才金牛座的那个层次感好但就是这样子，绘画就是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一些乐趣。我当时看到这个效果的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十分觉得它有一种古典油画般的这种未完成感，或有一种这种平面构成的这种穿插美感。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很打动我，所以我就否定了以前的一些效果，然后就继续的这个感觉继续画下去了。但其实你看这幅画的这个进度跟我们前面的步骤已经差别甚远了，看一下，跟这个步骤的一个效果已经差别更远了，所以后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就越走越远不知道但是其实这幅画不是命题创作，我想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喜欢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当时怎么感动我就画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也是个人作品、个人创作的一种乐趣所在。不然你可能会说，你画到这里说你的上级说，我觉得上一个步骤更好看，请你画回去。那哪怕是想画你也画不了你还是得画这样。所以你画点个人创作是很有作用的，很有帮助的这个时候我就不用管别人怎么讲了继续画。这个时候怎么呢切层次因为之前画半天叠半天，叠了之后这些效果呢就可能把我们的这个画面的层次感又破坏了，之前切的光影也画的不准了，然后继续切层次。你看我的又把人的身上原来这个身上的盔甲的光影是比较完整的，然后到这一步光影又变得散乱了，到下一步又把盔甲的光影给整合起来了，又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包括马身上的光影又整合，再继续切。就画画就这样，你很多时候会做很多重复的步骤。你画了一些东西之后，然后又被另外一些需求把它给盖掉，然后你又重复再把那些东西给画出来。画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然后继续顺着这个颜色的，就右边有这种暖色的感觉继续画。我觉得像一些悬崖断掉，里面有一些岩浆露出来的感觉，继续把这种感觉加强，后面加更强烈的光影其实这个步骤我们看一下这幅画经历了几个步骤。这个步骤是继续又细化了一下，颜色细化更完善一些这个步骤这个步骤再来这个步骤就再继续把颜色更丰富。你看这个步骤到这个步骤是细化，这个步骤到这个步骤是优化色彩。我觉得原来这个效果呢虽然完整，但它的色彩呢是比较色彩感觉比较偏青绿色，颜色比较硬。这个色彩我在里边融了一些紫灰色在里边，让这个颜色看两个颜色是不太一样了融了一些紫灰色，让后面这个暖色的光跟蓝色的青色的中间有一个紫灰或者红色或者洋红这种颜色做过渡让这个橙色跟蓝色之间有一种过渡色，所以颜色更润一些。我们色环理论不要忘记了一个画面里边需要有一些过渡色来连接一些主色调。OK， 所以这部分是润色，加了一些点缀色，加了一个红色点缀色。好，那下一步是干嘛呢？如果你们画了这步会干嘛？继续细化吗？我没有我还是不满意，我觉得还可以在整体上调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整体上调整，一直到这个画面我满意了有感觉了，我才会去细化的。仍然没有细化，仍然在调整。调整什么？整体的光影我把后面压暗了。我觉得我一开始想的是一匹白马呀，怎么
怎么到现在逐渐变成黑马了哈？黑马白盔甲了哈。然后我说黑就黑吧，那背景要更黑，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这匹马和这个人哈，他从那个光里面出来，他是非常亮的，其他地方都是很暗的，所以说我觉得原来太花了，背景那些花那个岩浆啊什么，就觉得太刺眼了哈，就把我们这个主角的这种风头给压下去了。虽然它有了颜色过渡，颜色还是自然的，但是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说旁边再压暗啊，全部压暗啊，白马这个感觉又出来了，亮的感觉又出来了。好，不好意思，看下一个步骤啊。下一个步骤是又过了1个月画的，所以当时画的时候当时那个心情可能不一样，但是那天就是春天嘛啊，3、4月份，就像踏青，我觉得才去踏了青，觉得哎呀阳光明媚的这种感觉多好啊，就去换了一个色调。就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心情可能是比较阴郁肃杀的哈，不知道什么时候画的，反正就心情不好的时候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下觉得哎呀欢快起来吧，大家春天都来了哈。好，但是突然觉得糟了，走上歧路了哈，走上歧路。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色彩的运用。其实这个画面的色彩，我觉得还是对的，还是好的哈。远景的这种暖色和紫色调，就这种色彩我很少画这种暖色调为主的暖色调为主的画面哈，尤其是青色、红色、橙色这种暖色调、这种阳光明媚的画面。当时也做一种尝试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远处的配色，尤其是紫色的添加，这部分紫色非常宝贵。紫色跟黄色是对比色啊，当远处都是暖色黄色为主的色彩的时候，你不妨想办法加一点紫色进去，比你加蓝色好看，比你加红色好看，比你加橙色好看。你加点紫色，它是对比色，它非常美，你体会一下这块紫色的作用哈。OK， 好，下一个步骤。画了这个步骤的时候，我就定下来，我这画成什么样子了。画了这个步骤的时候，就是最后的色彩配合配色的方案。为什么画了这个步骤的时候，我突然就想继续画下去了？就是画了这个步骤之后，我后面开始细化了，就没有再尝试去改变色调和整体感觉了。其实前面这些步骤全在尝试哦，各种尝试各种方案哦。就这个步骤我定下来了，因为这个色调我觉得它很特别，它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它既符合我以前设定的从一个光源里面进来，但是又不苍白啊，它有它的色彩。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年我的主色调是红色，我去年的主色调是白色。什么叫今年主色调红色呢？我今年画了一幅画叫莲姬哈，它是红色的，而今年我还画了很多其他红色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今年还画了一张红色调的图莲姬啊，今年的唯一的一张完整的设计作品，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画油画啊，它是粉红色，它是紫红色。然后我今年还画了一些你们没看到过的图，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比如一个课堂示范，也是这个色调啊，它是一个也是紫红色的这个色调。所以今年我的主色调是红色，而去年我画了很多白色的图。去年我画了什么呢？去年我画的都是白色调的，看一下，白的吧，白的吧，白的吧。银骑士其实也是白的哈，它是白色盔甲，银色盔甲。去年我给自己定的主色调是白色。哎，正好今年主色调是红色哈，其实我油画也画了好几幅红色的轴形，所以我就从红色入手继续画了。明年什么色调不知道哈，明年可能是蓝色吧。好，我们继续看过程。红色调开始进行了细化之旅哈，细化第一步是造型，看我又开始做设计造型了哈，这设计造型，后面的造型的清理，其实细化我不是从局部开始细化，是从整体细化。但是这里说一下，你从局部开始细化也可以，从整体开始细化也可以，各有千秋。有些同学问我说，到底细化从整体细化，从局部细化？比如这一步我是从整体细化的，我在整体调整整体的设计是吧？整体的造型的
整体造型的一个清理，整体造型的一个设计。但是你也可以从局部开始，比如你就先只是把头部画得很细也可以。优劣点在哪呢？从整体开始画呢，它会让整体感更强烈，让画面同时进步。但是要求你的就是难度比较高，你要控制力很高啊，因为它从整体所有的元素都会制约。那从局部开始细化的一个优点是，它可以让画面中某个地方完成度很高，让你觉得画面这个地方是可以看的，增加你画面的可看度啊，让你觉得画面就是画起来更顺心一些。就是说你只会一个时候一个时间段，你的细化的一个时间段只用考虑同一个位置的关系。比如我只细化头，我就只考虑头，我不用考虑其他地方，这样画的话更简单一些哈，但是整体控制力到后面可能会有点散所以我这个是用的整体细化的方法。到这一步又改了，你看我又是改，我把之前我的盔甲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太平面了，不够立体，所以我改成这个什么，改成这个就是更厚的一些铠甲，就是改设计也是一波三折，改来改去，然后到这一步，做了一个调整这一步你们看起来好像变化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画了这一步，画到这个地方了，我又差点画不下去了，不想画了点儿，就没感觉了。但画到这一步，我一下又有感觉画下去了。为什么？你看看，你感受得到我当时的感受吗？你们体会得到我当时的体会吗？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你感觉到了吗？好，你感觉到了，我们下一张。你感觉到了吗？感觉到是色彩哈，色彩真的很重要，色彩让我们的绘画更有感觉。其实我们说色彩是最浪漫的部分，色彩是最美好的部分，色彩是最无法捉摸又难以触碰的部分。那一旦你色彩有感觉了，你画面其实就有感觉了。我在这里其实是把一些色彩进行了丰富。之前为什么画不下去？觉得这一块太死了哈，太难看了。但是当我把色彩做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又可以看了又可以看了。这个色彩怎么做的呢？大家看一下，主要是暗部的冷和亮部的紫哈，还有中间的过渡色做出来了。亮部是偏紫的，中间是黄绿色，到暗部又变成蓝绿色，蓝紫黄绿蓝绿。其实要说色环上它并没有什么连接不大，但是只有一点点的过渡关系在里面因为我的主光源我这里是偏紫色了，主光源是一个红色光偏红色的一个光源，所以亮部肯定是会偏紫红色的，暗部我让它偏稍微冷一点中间有个暖色过渡的。好，颜色都把它调整出来之后，当然这里做这个颜色你们看看这个颜色。其实是有点小技巧的不是说就直接画的颜色。这里的颜色我是用了那个可选颜色这个工具，大家可以试一下。可选颜色工具用局部选区的来调整颜色。看一下这个吧，放到 PS 里面去看一下。这个看图软件真是太不人性化了，我一个个关还是那个好，还是 ACDC 好。等我看一下，可以把这个。好了，比如说我们要调整一个位置的颜色教大家一个小窍门比如你觉得这块算了，换那张图。刚才是哪张图来着？这张图17。比如看这张图这张图里边我觉得颜色不好看，那我可以做一个选区，把这个选出来，就这块颜色我想把它做的丰富一些。再加上这边吧。然后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比如说你用曲线你用曲线可以做色彩丰富。你把曲线的通道打开，把绿通道打开，然后右上角的点往下拉，左下角点往上拉，你看一看是不是就拥有一些色彩的冷暖变化了？你亮部会偏紫，暗部会偏绿，
对比一下，是不是颜色有变化了，冷暖关系有了？但只是调了一个曲线，你还可以打开蓝通道，啊，高光往上，然后暗部往下。当然，根据你的需要哈，这个不一定，这不是固定的，这个点拉点需要一定的经验的哈，需要一定的经验和一些总结的。但是你就按照你画面的需要啊，根据你的经验来拉一下。好，也可以打开红通道这样做颜色。好，这样做就可以让你的颜色有一个大致范围内的一个变化，让它丰富起来啊，就简单的就很快丰富起来。像这样的丰富只能做出冷暖变化，并不能做出非常精彩的变化，更细节的变化。更细的变化还是需要用手去画啊，用手去画。如果说你实在懒得就手去画，觉得懒得画的话，你不妨尝试一下这个工具，叫做什么呢？替换颜色啊，替换颜色。替换颜色在这里边啊，比如我吸一个地方，然后容差调小一点儿，然后把色相改变。你们观察非常细节的变化啊！你看我这里出现了一些黄色，当然我可能不要黄色，我想要绿色，我想要红色、紫色。但是你看，你这个颜色的范围和区域，你可以根据你的容差来变化，甚至可以通过你吸的位置来变化。你看，我吸到上面，它就变成暗部的黄色；吸到下面就变成亮部的红色。啊，吸到棉交界线就变成其他地方。这里边看起来变化非常夸张，但是你总有一个地方，给你提供非常多款哈，很多款颜色配色，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吧？所以你就可以挑，你可以挑。说句题外话，就是 PS 或者是 Painter 这种绘画工具给我们带来的绘画方面的便利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它提供了一种捷径，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做出各种颜色，能够从而让我们的判断能力变低啊，让我们的审美能力变低哈，就很依赖工具。但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是相反的。当你不知道怎么配色的时候 ，PS 给你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这些选择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你要挑选出一个好的配色，这需要你的审美判断力，所以你可以很快训练你的判断力，对吧？假设你在假设你用油画来调这个颜色的话，你可能画一次颜色配色失败了，然后盖掉，等干，盖掉。重新画或者刮掉重画，再配一种颜色又失败了，你得很多时间去尝试才能够总结出一套色彩理论。而通过 PS 快速的这种调整不同的配色方案，你就很快的训练了你对不同配色的一个感受。到后面你就渐渐的可以脱离这种计算机的辅助，而通过你之前总结的这种感受呢，去自己画出好看的颜色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训练，用软件的方式快速训练你对色彩的判断力哈，这种训练方式。好的，下一个步骤其实也就是细化了。好，这一步的细化哈，其实也就剩最后2步了，这一步到这一步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到这一步的细化还是经历了很多。我们看一下这一步的大图细节是什么样子。先看前面一步的细节哈。是这样。感受一下，记住它什么样子哈。我们看下一步。下一步它是什么样子呢？好像看不太清哈，但是大概你们发现它变细了，但是好像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出来，它有点像是油画画的这种质感。对，就是用油画画笔画的。我一直画到这个步骤才开始用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油画画笔工具，因为这个步骤的细化我需要那种质感才用到刚才那种混合区画笔，一直到最后细化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用到混合区画笔，包括这些位置加入了一些混合区画笔的笔触。好，接着继续细化到最后的效果。看一下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原图哈。原图什么样？其实看起来很细，放大看其实并不细，里边全是笔触。再放大看是这样子的。局部是这样子的哈，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是在油画布上用颜料画的？有那种感觉哈，所以
它在于它的信息量的丰富啊，它的信息量非常丰富。你看一个小地方好像都有很多的小细节在里边，这是其他的方式绝对达不到的效果。你看一个小局部就有这么多的小笔刷，而且这个笔刷还是顺着你的笔触流动来的，它不是你自己刻意添加上去的，而是笔触感自动带出来的这种细节。这种东西只有在油画布上会有，真实的颜料才会有这种感觉，真实的颜料才会有这种真实的细节感。因为真实的世界上它可以无限细分，它的细节可以无限大。你把这个显微镜看一个油画，你放再大，它有很多的细节给你看，因为它油画本身就，那笔触本身、颜料本身都有自己的细节哈。其实这幅画还没画完，因为今天我要来参加约克闹，所以我之前说了要把这幅画给你们看。其实这幅画只是90%，你看连这把黄光剑都还没细画呢，还坑坑洼洼的是吧？啊，至少那个。其实这幅画还差最后一步润色哈，还没润色，你们看起来有点干啊，其实有点偏平面，有点干，还没做最后的一步润色，会把层次做得更柔和一些，但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哈。我可能再花一点点时间，稍微那个一下，再公布到网上去。现在可能最近还是不会公布的啊，还有一些东西没画完。大概就是这样一波三折。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幅画的一个经历的历程哈。经历了最开始很有感觉的一个起稿，然后很没感觉的中间过程，然后还有很二的一个乱入的一个效果哈，到最后也跟以前不一样的效果。但是我觉得画一幅画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它最后是什么样子哈，但最后是一幅好看的画，它当然好，但是这个过程里边你学到的东西才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呢，你们学到东西了吗？如果你们有学到的话，我讲这么1个多小时这么累的，那我就也还是觉得值得的。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光剑老师。这个关注我们约克闹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获得光剑老师的签名海报。对，然后现场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排队区已经排了很多朋友了，都可以领到，还有明信片、书签。那今天就跟大家约到这里啦，下次见。啊，对，第8章哦。非常抱歉，忘记了刚才的承诺哈。好，就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叫什么彩蛋吧哈。其实我觉得第8阶段其实它可能也就是熟练哈。什么是熟练？它是一个轮回，它其实是一个轮回。当你选择了一个新的道路的时候，你需要开始一次如同蜕变般的一个新的路程。比如你选择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主美，你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要学习带领团队，要学习很多以前不是绘画相关的内容，你需要充实自己。这似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这上面写的人生苦旅的阶段性二刷，hard 模式之上还有地狱模式，是吧？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是一直快乐的画画。对于我来说，我的2刷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会去列宾美院进修大概这个月月底我就要去圣彼得堡，然后去我向往的艺术殿堂列宾美院去学习油画了，会出去一段时间可能是1年左右。我想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的虔诚的去学习绘画，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作为一个美术生的经历我希望圆这样一个梦，同时也希望能够受到系统的训练。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熟练的开始，有不会到会的过程。我也期待这一次的轮回和2刷，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很有趣的不管是什么模式的游戏，人生如戏，人生就像游戏一样，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不管你要开启什么新的阶段，还有我开启什么阶段其实快乐是最重要，顺从自己的内心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第8个阶段就是第1个阶段就是熟练。我也期待后面的旅程